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是难以置信。在湖南永顺的群山之巅，海拔1300米的云端之上，竟孤零零矗立着一座五彩斑斓的寺庙，宛如一座遗世独立的仙宫。远远望去，四周千仞绝壁，层层起伏的山脉，密布的森林、峭壁、悬崖尽收眼底。几公里之内，这里就是山巅的制高点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。令人更惊讶的是，在这几乎与天地隔绝的山顶，竟然住着一位世外高人。面对这般天高地远的绝境，他为何独守这片方寸之地？又如何在这云雾深处守得住这份与世隔绝的清静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让我们循着山峰登上这座矗立于山巅的寺庙，去探访这位远离城市、隐居山中的高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湖南湘西永顺县。永顺有座山，离天3尺山，说的就是这里的万福山，也就是我身后这座。在这座海拔1000多米的山巅上，竟有一座令人称奇的建筑。经过我们打听呢，原来在这座山顶上呢是一座寺庙，令人非常的好奇，它这些材料是如何运上去的。现在我们准备爬上这座万福山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这座万福山的山脚下，这旁边呢有一些建筑，是一些小庙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小庙里面是空的，没有供奉那些神像和佛像。这里也还有一座，看样子应该是近几年修的，从这些材料就可以看出。这尊神像它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，大家有认出它是哪位神或者是哪位佛吗？像一般寺庙外面供奉的是山神庙或者是土地庙，这里面供奉的这一位我没有看出是哪一位。现在我们进行爬山了，从这里到达山顶上的话，大概在1个小时的路程。这条路应该是近期才修的，看起来好新啊！听当地人说，这个台阶呢一共有1999级，不知道它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。我们一路走上来呢，在这个路的拐角处都有一个像这样的小房子，应该是一个神龛吧。很奇怪的是，里面没有神像，也没有牌位，外面还有很多纸和香，应该是有人祭拜的。大叔，你们也去上面了吗？那没走到，还没走到。那有1个小时，要1个小时。你们是走到半路然后放弃了吗？下了1个小时，上去1个小时，哦，慢点儿要1个多小时，快点1个小时。他们是走到一半放弃了。上去7点，那摇晃上大个头，摇晃上。一路走上来都能看到这种小庙，好多呀！像路上设这么多小庙的还是少见的。在这棵大树的旁边也有这种，听说这个万佛山许愿是挺灵的哟。不过这个山是真的难爬。刚才那2位大叔说，最快的话都要1个小时，最慢的话至少也要1个半小时。他们走到一半都已经放弃了。
走到这里呢，听到一股很大的水流声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水源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里，它是从山里面流出来的，它的源头不知道在哪里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它这个山上面应该是不缺少水源的。哇，这里还有泉水，你们看。这个泉水好清澈呀！这个泉水应该是从那边山间流下来的。在这上面也放了有很多山河纸。哇，你们看，没想到有意外的收获。那个好像叫野荔枝，等一下我去摘一点来吃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摘到。请叫我爬树高手。先尝一下什么味道。哇，甜甜的。它那个树应该是有人摘过，因为有一根枝已经被掰断了。哇，你们看，这果子是不是非常的诱人？我来尝一下。鲜甜多汁。好吃。它虽然说长得像荔枝，但它的味道是那种柿子味的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，现在我们的海拔是在慢慢的上升。大家不要被这个路给迷惑了，这个路看起来挺好走的，其实呢，把我累得够呛。没想到我们已经爬了这么高了，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对面那座山了。看这里，这里倒了一棵大树。应该是修这条路砍伐的。哇，我们终于到达山顶了。这个角度呢，可以看到那个房子的，也就是那座寺庙。不过我们还没有和那座山顶上齐平，还要走上一段时间。我怎么好像听到了飞机的声音，那种直升飞机的声音。这地上掉了好多果子呀，就是刚才我们摘的那个。没想到这上面这么多。这边应该是一大片那种野果。这路应该是最近才修的，因为它这个水泥模型都没有拆下来，而且它的水泥也没干。
这条路修到这里呢，就已经修到底了，看样子还没有完善。这里堆的有很多石头，还有一堆沙子。现在我们只能走这个毛路了。刚才我们听到的那种轰轰轰的声音，原来是这上面在用无人机调运东西，在吊石头修路。我就看无人机，那种巨型无人机。我快看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里了。这上面的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因为这里呢，它是属于群山之巅。我还以为它这个无人机是一筐一筐的运，没想到是一块一块的运。这个声音听起来好震撼呀！这座寺庙它是依山而建，逐层增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这个大殿。大殿内部供奉的有很多佛像。这边这位是阿弥陀佛，中间这位是释迦牟尼，然后旁边这位是药师佛，这位呢是文殊菩萨。在旁边这位呢，就是大家熟知的观世音菩萨。这边还有，这边这位呢是地藏王菩萨。这边这位呢是普贤菩萨。这里还供奉的有观世音，还有财神。上面这位应该是，他是用木头雕刻的，应该是出自于民间，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来着，忘记了。这边这位就不太认识了，他有点像天王。这边放的有2张桌子，上面放了有香和纸，应该是供来往香客烧香祈福的。这对面也有2张桌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落，这边也供奉的有2尊，高的这尊呢是韦陀菩萨，下面这尊呢是大肚佛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弥勒佛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外面，我们当前的海拔呢是在1200多米，放眼望去，没有比我们这座山更高的了。看风景那真的是堪称一绝。我们来看一下底下，哇，你们看，真的好高呀！远处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一样。如果说晚上的话，可以俯瞰万家灯火。在我们的斜对面呢，那里是永顺县。
在这里呢，还可以看到八面山和张家界。不过呢，今天这个雾比较大，看得不是很清楚啊，它的能见度比较低。今天来到这个万佛山呢，非常的有幸能见到这位师傅。这位师傅呢，他是看守这座寺庙的。师傅你好。这座寺庙它是在1000年的时候重建的哈。2017年时候。对，那在2017年之前呢，它有没有像那种老的寺庙啊？以前这就是寺庙。哦，这是我来了，我把设计的时候建的设计是我把里面内收了1米。哦，内收了1米。以前都是墙，这都是墙，你到里面你看不出去的。哦，它这个呢是在原来的旧址上，然后重新重建的这座寺庙。那以前那座寺庙它只是残垣断壁吗？还是？这个当时的话，这个屋间啊，这个墙屋间呢是石头和泥土做的。石头和泥土做的。这个泥土呢，经过风雨的剥蚀啊，这个松了，掉了，所以那个屋的间脊呢，这个塌下来了。塌下来了。来到这里呢，就是看到这里的风景不错啊，带着大家呢大胆的想把它维修一下。那后面这个东西呢，一看这个维修也不像样，索性重修。哦，那这座寺庙的话，它是始建于哪个朝代呢？这个朝代不好说。朝代不好说啊。这个呢，有人的活动呢是很长时间的。为什么呢？以前呢，在这里前面下面有个树，在这下面呢，你看这里有个树呢，就是这个山之间呢，有个树呢，有个4个人合包的白果树。白果树。4个人合包的白果树，长的这个叶子呢，都有这个屋这么高了。哦，那个从那个下面就长上来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树呢，到这里呢，泥土很薄，而且的话呢，这个银杏树呢是单独的一棵，肯定是人种的。那人种的话呢，4个人合包，你说要不要1000年？1000年最低的话也在1000年。我们之前也去看过那种金丝楠木，要8个人合包，那个都是1800多年了。对，你等到这个呢，至少1000年的时间。那也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庙呢就能证明呢，1000年时间呢，到这个地方就有出家人修行。对。这个树的推断应该是有啊。这个树呢，就是到文革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被人家砍了，砍了那个人呢，也就是那一年就去世了。如果说这个老庙还在的话，那肯定是震惊的一个存在了。那您是从哪一年上来修行的？我出家不在这个地方。出家不在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因为我的人是这里的。就是这个本县的。有人讲嘛，这里山顶上有个庙，而且坏了嘛，这样子的跑上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呢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如果说从2017年开始算的话，那就是你在这里也有今年7、8年了，18年。18年呢，就是把它8年时间吧，把它修成这个样子。8年时间修成这个样子。那我想知道你在上面吃什么呀？这个菜呢，蔬菜呢，自己也种一点，从下面买的。像我们从底下上来的时候，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。如果说你的话，要多久呢？这个不断的走了40分钟。40分钟啊？再背一点东西呢，要个把小时吧。那太厉害了！之前我们在网上听说您是大学毕业哈。对，读过大学吧。那你怎么想到修行呢？出家修行？这个我在高中2年级的时候，我看到出家人我就想出家。肯定是与佛有缘哈。没有什么打击啊，不是想象中的那些的生活遇到什么挫折啊，不是这样。就是单纯的就是那种与佛有缘。对。这上面会下雪吗？下的，年年都下。年年都下。如果说水怎么解决啊？水？那边湾里面呢，就是那后面呢，这个有个水井。有个水井。水井呢有水泵呢，把它打上来。在下面都是我搞的是水箱。有蓄水箱。那个自来水到这个上面。彻底的改造了，就是。这样的话。这里的名山这个圣岔这个地方呢，它的这个水呀也是很奇特的。所以像我们那边有句话是这么：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。不管是多高的山，它上面都是不缺水源的。那在我们没有修之前呢，它那个石板路是修好了没有啊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把这个庙呢修了第8年修好了，
修好了呢，政府呢出钱。哦。把这个路呢，就是今年开始修的。今年开始修的，我看那个路水泥都没有干，我一猜就是。还在修的，工程还没有完工。应该快修了哈。对。这个。在我们对面那个是永顺县哈。啊，永顺县。他们说在这里还能看到那个八面山和那个张家界。对，今天看不见了，今天到那个方向。哦，在那边那个方向。啊，那边天门山。天门山那个天门洞看不见。哦。天门山呢，这个像刀削一样的那个悬崖。哦。啊，那边那个角了，最远处的那边呢就是八面山。哦，那边是八面山。对。像平时的话，有什么信众上来的吗？信众这个就像你们的今天啊，平常的话就是几个的就这么上来的。哦，像平时的话应该是有规律的，好像那个6月19。6月19是平常的信仰嘛，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3个的纪念日嘛。哦，这个也跟我们那边差不多。这全国统一的。对。平时上来的人还是也有差不多。上来的就是现在的话会以后会越来越多。哦。这个越来越好了哈。因为路也修的可以，主要是那条路。哦。那边那条路也能来呀？就是红军路叫做。哦，红军路。现在红军打仗啊，就这么过来的。哦，这个是。现在还没修好呀？还没有修好，明年会修好的。哦，如果说。到县城过来只要20分钟，现在呢这么绕过来绕的要1个多小时。我们开过来那条路，又陡又窄，比较难。过来走的那个水泥路，那个路好窄啊。啊，对，就是反正哪一条路都不好走。哦。好嘞，非常感谢你。我们再到附近转一下。这个石头它是天然的啊。哦。像有的地方叫飞来石，就是它有点不可思议，像其他地方飞过来一样。这个山的奇特。嗯。这个石头啊，奇特的。你们看它底下是完全是空的，没有连在一起哦。而且这下面呢，有点很奇特的。如果是你从那下面，那个公路上呢，那个上面往这里看，你把这个放大的话，这个下面的很像一个孙悟空的像。像孙悟空的像啊，就是这个山，就是这个山的这个石壁。哇，好神奇啊！特别神奇的，以前我也没发现。有一次呢，就是从那边上的时候呢，从那边公路上呢，往这个方向拍照，然后呢把它放大，放大就出现了，就特别像孙悟空。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。我看你后面那个菜园是在那边是吧？啊，对。是你自己种的？种的。哦。就围住一点点菜地。它这个地比较稀少哈。这个山上地不多嘛。这边还有一个观景平台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感觉这上面无论是哪个视角看风景，真的是绝佳的位置，真的是360度观风景无死角。哦，这上面还是通电通网的哈。对，这是电信发射塔。哦，电信发射塔才有电嘛，有电这个庙就好修复。哦，那这个还是挺方便的，有电有网。我看底下还在用无人机调运东西。正在干得好的。那条路全是用无人机调运的吗？那些食材？啊，无人机。我们这个修庙的时候是用马驮的。修庙的时候是用马驮的。但是呢，后面的话搞到今年的时候呢，他们修这个路呢，无人机开始。现在无人机方便了哈。哦，以前是用马驮的。对。哦。就是无人机感觉运的话有点慢，感觉，因为它一次只能很快呀。很快的。哦。上来的话，你看了无人机上来的话，1分钟不要。哦。1分钟不要。那以前用马驮的话，感觉挺困难的。上来1个小时嘞。哦。用马驮要1个多小时。多久啊？啊？修这个庙重建了多久？天天修，这个一年的连着修的，搞了8年。哦，那还是就这么一点点搞了8年。那材料还是不容易啊，运上来。哎呀，很不容易。哦。这个山落差还是挺大的。施工的天气也不多，因为下雨就不能施工。下雪也不能哈，应该。停久了没有水也不能施工。哦。这就是，而且运输材料呢一点点的。也不容易啊。没水，修得很简单，很艰难。没水的话应该不影响吧？你没水嘛，你这个施工的水要很多了。哦，和水泥要水，哦对哈。对，就是
水井的水它是不够的噻。哦，那这个难度系数还挺大的。很大的是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几块碑文，上面写着“万古流芳”，不过都是近代的，没有什么重要的资料记载。上面写的一些人的名字，然后捐款捐了多少款。重修万户山、万佛禅寺缘起碑序。这个地方就是很奇特，就是这样啊。以前的这个福字呢是这个福，对，山呢是这个福，但是后面以后呢就变成了福气的福了，因为这个字很多都不认识啊。哦，这个都户。这个是这个全国各地呢，能够呢把这个以这个福字来命名的山是不多的。嗯。这个呢，就这个福字啥意思呢？知道吧？我好像在网上看到过，他就说这个山有点像那个以前朝代那些城啊上户的那个户板，有点像。上朝那个对。晋皇帝到这个朝坛里面拿的这个记事板，对，大概的几条的，就是写的这个户板。哦，那个就叫户板。这个户板就是晋皇帝用的。那么呢，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万福山呢？它的这个风水格局。风水格局就是很像这个，就像这个东西。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的，这个前面呢是指挥千军万马的。对，它这座山呢，它是整个山脉中最高的一座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它这个独特的之处就在于指挥千军万马。你看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山，层峦叠嶂，而且呢5条龙脉，就像个龙爪的。哦。是1条、2条、3条。哦，还有这种说法。你看到，而且的话很奇特的就是说呢，它的背后呢对着这个山呢，前面都有个头，前头高一些。你往哪个方向看？你看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那马了，按着手啊，按着头的话呢，奔腾一样的。对，朝一个方向好还是？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皇帝的指挥千军万马的。哦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它就是近似于这种上朝廷啊。按以前的话，应该就是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山的命名啊，古人呢就叫做万福山。哦。按以前的说法的话，就是一块风水宝地了。这个地方所以风水不错，看风景也不错。我们来看一下房子的另外一边，这边呢，也就是师傅的菜园。看就是这块了，种的有白菜，有萝卜，还有这个好像叫茼蒿菜吧。那里还有一棵油麦菜。师傅说这上面地比较稀少啊，只有这么一块，没有多余的给他种。如果说有多余的话，他完全是不用下山买了。刚才我们从师傅的聊天中得知啊，师傅呢，他是在29岁的时候出了家，在29岁之前呢，还做了5年的教师，教了5年的书。从他29岁开始算的话，到现在他差不多近50岁左右。算了一下，修行了将近20年的时间，太佩服他这种精神了。这座寺庙呢，是师傅一手修建起来的。听他说，这座寺庙它的历史呢，最少的话也是在1000年左右。听他说，当时修建这座寺庙的时候非常的困难，当时那些材料只能用马驮上来，还修了几年的时间。这个地方看风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师傅特别的贴心的做了很多这种观景平台。如果说大家想来这个地方玩的话，可以导航，这里的位置呢是湖南省湘西市，然后永顺县，直接导航那个考木村，因为这个万佛山呢就在这个考木村的附近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